妈妈明明脑淤血突然倒地死亡，男孩却只是用手指轻轻一点，妈妈就像睡醒一样满血复活。但这不是神迹，而是个悲剧。复活的代价是一命换一命。60秒后，邻居直挺挺倒在草地上。这是男孩第一次知道复活的代价。他用恰克爸爸的生命换回了妈妈的生命，而这个超能力是内德8岁时第一次发现。他养的狗狗被卡车撞飞10米，心痛地看着陪伴自己3年的金毛。内德只是想再次抚摸自己的狗狗，他却想不到会发生奇迹。当手指接触狗狗时，一道细小的闪电出现，紧接着狗狗满血复活。与众不同的超能力让内德欣喜万分。然后内德开始尝试复活各种小动物，小到苍蝇，只需轻轻接触，一道微弱的闪电就能使死去的动物复活。对面的邻居恰克是他的初恋，而意外总来得猝不及防。妈妈突发脑淤血，直挺挺倒在内德面前，但他却一点都不慌，毕竟自己有复活的超能力。而内德不知道的是，虽然救活了母亲，但60秒后，邻居恰克的父亲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他的超能力是等价交换，更可怕的是，内德不能再次接触复活的人。谁知妈妈只是给了一个晚安的吻，接着便再次死去。而复活过的人，无论再尝试多少次，都不可能再次复活。所以这次复活妈妈不但没成功，甚至还搭上了恰克爸爸的小命。内德与恰克同一天失去了至亲，从此以后，内德封闭了自己，害怕亲密的人死去，专注于美食，成为了个出色的糕点师，可以把他的超能力发挥到极致，却又不会伤害任何人。毕竟任何水果在他手里就是最新鲜的状态。突然有一天，平静的生活被打破。库德是个私家侦探，正在房顶追逐通缉犯。通缉犯一个不注意从7楼顶摔了下去，本以为不死也是重伤，却没想到砸到垃圾箱反弹到内德身上。本该断气的通缉犯没受一点伤，反而拔腿就跑。内德可不想害死其他人，追上去就是一指头，送男人归西。但内德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被库德看得清清楚楚。有这把复活死者后，直接就能锁定凶手的身份，以后解决谋杀案还不是手拿把掐。对于复活死人，内德浑身充满抗拒，毕竟已经害死过其他人。而库德请求的案件比较特殊，金毛咬死了主人，但这根本不可能。那只金毛不但是从小养到大特别听话，并且对待家人十分温顺，而金毛这种狗根本没有攻击性，但狗狗成为了谋杀嫌疑犯，2周后会被安乐死。但死者的家属不相信狗狗会谋杀主人，于是开出2万美元赏金悬赏侦破此案。神奇的是，当初救下的金毛已经20岁还活着。为了拯救无辜的狗狗，内德与库德来到停尸间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。库德守在外面防止有人打扰，随后内德开始计时，触摸了一下死者，通过交谈得知秘书指使恶犬咬死了他。得知想要的信息，不等男人吐槽完秘书的人品，内德再次触摸尸体，男人又躺了回去。虽然才30秒，但刚刚发生的一切却像做梦一样。随后告知他们的发现 The secretary with a Rottweiler. 无辜的狗狗被释放，而秘书和他的恶犬被捕。如此离奇的破案方式，让库德的私家侦探所迅速出名。本以为不会再有合作，万万没想到会在电视新闻中听到女孩在海里淹死，而这个名字他已经19年没听到。但社恐的内德害怕出门与陌生人接触，库德得知解决这个案件有5万美元的现金，于是再次邀约内德。当听说女孩来自新之镇，内德心中出现了不祥的预感。当库德说出死者的名字，内德再次回到儿时的小镇，来到殡仪馆贿赂了工作人员，终于可以见到儿时的玩伴。内德想要独自复活女孩，库德忍不住提醒道，复活时间不能超过60秒。不是库德想要关心这件事，而是超过60秒，附近的人包括他随时可能死掉。内德打开棺材，左手食指轻轻触摸女人的脸，万万没想到得到的是个暴击。女孩十分警觉，毕竟死前遭受陌生人袭击，直到内德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并且小时候他们是邻居，这才让恰克放下戒备。他以为自己做了个噩梦，被人用塑料袋捂死了，但死而复生这种事实在不好解释，并且说到他复活只有不到1分钟时间。恰克非常好奇，再活1分钟有什么意义？告诉我是谁杀了你，为你报仇。但却得知一个噩耗，他是被人从后面套上塑料袋活活勒死，根本没看见凶手。紧接着就看见内德摸了他的脸。恰克对于再次见到儿时的玩伴十分开心，两人相谈甚欢。恰克是内德的初恋，两人陷入美好的回忆中，忘记了60秒的限制，因此刚刚收受贿赂的胖子成功替死，被空气噎死在卫生间。就在这时，听到动静的内德才发现，复活恰克的时间已经超过60秒。为了不让库德知道这事，让恰克重新躺进棺材，他会想办法把恰克弄走。没想到差点让恰克被活埋，只因内德出门打发走库德，以告别初恋为由。但内德说谎的水平实在太差，却被库德看出不对劲，好不容易才脱身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发现棺材不见了。等内德冲出殡仪馆，只见棺材已经离他越来越远。难道青梅竹马还要再死一次？为此，内德不惜烧掉崩人的车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Sorry, I'm late. Only Sleeping Beauty could know how she felt at this moment. 看见内德的时候，恰克十分开心。明明两人互有好感，但却连牵手都做不到，更别提接吻。把恰克带回家，
介绍了他8岁时复活的那只狗。虽然只隔了一堵墙，两人心里都有对方，而他们却没机会有更亲密的接触。但第二天内德就会为带回恰克后悔。当恰克知道有5万美元的悬赏时，要求入伙。库德这才知道内德竟然复活了女孩。当时直径100米内只有他和殡仪馆管理员2个人，50%的几率替死，而他差点就死了。接着恰克要求自己拿40%，毕竟他付出了生命，理应多拿一点。但内德不想同意，没成想库德同意了这个要求，毕竟没人知道恰克死而复生，可以帮助他们破案。当两人独处时，库德指责内德破坏了规矩，之所以复活恰克，只因8岁时内德复活母亲时意外害死了恰克的父亲，而恰克却并不知道这一切。从报纸上得知，复活恰克的代价是殡仪馆的那个胖子，而他倒卖死人身上的贵重物品，也因此暴露这是个坏人死的不冤。恰克的死与一件事有关。随后他说到这次旅行是免费的，旅游公司的经理让他帮忙取一件物品，2只猴子的雕像，免费的永远都是最贵的。恰克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当他们来到旅游公司，女人已经被塑料袋闷死，看来这5万美元可没这么好拿。把表拿出来开始计时，内德轻轻接触女人的右手，女人活了过来，却没想到才问了几句话，还没问到凶手，女人作死想要调戏内德。刚刚接触内德的一瞬间，女人再次变成尸体，而他们连询问凶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杀掉恰克后还要再杀掉旅行社的经理？原来恰克被杀当天，他的房间钥匙掉在冰柜里，凶手打不开房间门，所以没拿到那对猴子。本以为旅行社经理已经收到货物，没成想人杀了东西没找到，那个箱子反而是作为遗物送到了收养恰克的姑妈家。2个姑妈严重社恐兼自闭，总觉得外面太危险，不愿出门。得知恰克的青梅竹马来探望他们，热情地欢迎2人。而内德的目的是那个装着猴子的不锈钢公文包。与此同时，恰克已经悄悄爬上2楼，进入自己的卧室，打开箱子，2个猴子都还在，于是拿走了猴子，留下箱子。姑妈上来拿箱子下去时，却被黑衣人从背后偷袭。过去了3分钟，姑妈还没下来，内德不放心上来查看，却看见不锈钢公文包在地上，而姑妈却不见人影。突然一个塑料袋套在内德头上，凶手到底是多喜欢塑料袋？危机时刻，恰克不顾危险冲出来，用箱子殴打凶手。接着凶手竟然发现恰克死而复生。 Didn't I kill you? 下一秒，一支双管猎枪对准了凶手，一枪把凶手射飞。原来姑妈曾经是游泳高手，擅长憋气。本以为恰克没死的秘密会暴露，殊不知姑妈右眼失明，以她的视线根本没看到侄女恰克，这场危机才安全度过。恰克偷偷从后面溜走，姑妈为侄女报仇雪恨。内德本想告知8岁时意外害死了恰克的父亲，但话到嘴边却怎么都说不出来。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back to life. You're welcome. 随后2人的眼神已经拉丝，但幸好留有最后的理智，让他们不敢接触对方。2人只是想让猴子代替自己亲吻对方，没成想太过用力撞碎了外面的陶瓷。原来猴子是纯金铸造，难怪会这么重。虽然恰克的姑妈领走了5万美元的悬赏，但他们得到了更贵重的金猴，